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中国股市大跌及其背后的根本的原因。中国股市最近好似过山车，因为受美国对等关税等风暴的冲击，2025年4月7号，中国股市遭遇了重挫。那么引人注意的是，沪指失守3100点关口，创下这5年来的最大单日的跌幅。而恒生指数呢，也跌了13.22%，是从1997年来的最大的跌幅。为此呢，中国网络上的股民们是一片哀嚎。我们来一起看这段视频。现在差不多2点钟了，已经将近2500家跌停了，满仓跌停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太恐怖了，中位数跌幅超过10%。缓缓。今天是我历史上亏得最多的一天。我好像到现在都还没有缓过来。纠正一下，我不是亏了42万，那是上午。截止到下午收盘，我已经亏了48.5万。我满仓13只，只有2只没有跌停。不是说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这是把我所有篮子都掀了呀。一觉醒来天塌了，昨天没记错的话我还是股民吧，今天成了灾民了。上午一开盘就看到整个市场5400只股票，5300多只都在跌。下午上证跌超8个点，深成指跌了10个点，创业板指跌14个点，个股3000股跌停，无处话凄凉啊！一天亏10几万，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此刻我已经不敢打开我账户，因为我的账户满仓跌停了。今天上午的时候，它水下10多厘米坑，我当时就舍不得坑，然后等到下午的直接满仓跌停了。3000多家跌停，我没跑，我一股也没卖，我5个票全部跌停。万万没想到，25年啦，我还能遇到这种事情，这是我有史以来单日亏损最多的一天了。还有救吗？还有救吗？明天还是这样怎么办？我以为真的我不会再哭了，不会因为股票或者是任何金融的东西，我觉得我已经不会，我没有什么情绪了，但是我还是破防了。这里昨天晚上大饼大跌，知道吗？昨天是直接什么没了10几万。对于股民们的一片挣扎，有网友表示，股民们可歌可泣，快点醒吧。那么也有人指出呢，日本3天跌了17%都没吭声，中国才只跌了7%而已，就哭天喊地的，这么没底气，还呛声要跟美国闹到底。2025年的4月7号 ，A 股呈现出了低开低走的势头。其中呢，沪指开盘报3193.10点，跌了4.46%；沪深300开盘报3675.20点，跌4.82%；深成指开盘报9747.66点，跌了5.96%；创业板指开盘报1925.64点，跌了6.77%。那么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呢，尽管心里有准备，但人们还是纷纷的喊疼。朋友还问我今天早上怎么样，早上就下班了，手上的票90%是跌停的， ETF 基本上也是跌停的，一早上亏了将近20万，说实话咱没有见过，这次是完大了。太恐怖了，3000多个下跌的，3000多个跌停的，不是下跌是跌停。有史以来炒了这么多年股，第一次见，太吓人！3000多个跌停的，什么概念？我们大概总共才5000来个个股，它竟然有3000多个跌停，这不是千股跌停啊，这是全盘跌停了。时隔5年，再一次见证了历史。上一次出现单日7%以上的暴跌，还是在2020年的2月份，那个时候是因为口罩事件的影响。当天早晨暴跌9%，3000只股票跌停。那么在此之前就是2015年和2016年，那个时候 A 股是属于历史高位，从5000多点开始暴跌，什么杠杆资金逃离啊、熔断啊，各类灾难是轮番上演。而这一次是因为对等关税，我相信在今天之前，很多人根本想象不到这次伤力有这么大吧？我也想不到。
那今天估计把很多人今年的利润全给杀没了。不仅如此，我问了我的朋友们，他把他去年的利润也全给干没了。千股跌停啊，还是有那么一丢丢啊，超出心理预期的，跟股灾差不多了。别问我今天亏多少啊，哥曾经创下一个历史记录，我一天最高的时候吃了15个涨停板，但是今天啊，我再次创下了我个人记录，一天吃了27个跌停板，满手就一个红的。想跟我比惨，今天你们还差了点啊。哎呀，真的，我今年啊都不敢奢求翻倍了，今年能有30%的收益，我就知足了。现在服了吧？知道老美啥实力了吧？他可不只是在军事上扛把子呀，那金融领域他也是王啊。他咳嗽一下，全世界都在抖三抖啊。眼看着股市持续下跌，有人哭，有人心痛，但也有人干脆就看开了。看啊，这就是我全职炒股5年的老公啊。自从炒股之后，早餐都是在家里吃的，都不舍得在外面吃。今天竟然破天荒的花了6块钱在外面吃碗面。老公，好吃吗？好吃。这名男士平时把省吃俭用的钱用来炒股票，正当壮年时却顶着一头花白的头发。现在他可能想明白了，与其节衣缩食的炒股，还不如吃点好的。而这波股市的大跌也着实重创了小粉红的心。说真的，我现在已经脑壳痛了。4月才过了这么几天，我-12，账户里-12。我以为上午已经够呛了，没想到下午还要恶心我，还要更恶心。我下午卖都卖不掉，真的卖不掉。我上周还说要支持国企啊，就是干，结果现在给我干地狱来了。谁来支持？这是我啊！这天塌了吧？这是！我可是一直在消息，我要去急诊室门口去炒股去了。哇，快！这跌的太狠了吧！我天，昨天这个跌到了4000多的，上回昨天喊的那些魏国股把那些人哪里跑吗？你别跑啊！我这个天啊，疯了！一名博主表示，还有些散户在抄底，你知道吧？就这个地方我都提醒了不能抄，但是还有很多散户依然选择为国护盘啊！现在呢，你们护到最后，我们散户护到最后，救市的政策没来，救市的资金没来，机构带头跑路。如果不是机构带头跑路，今天能这样吗？2000多家跌停吗？兄弟们，真的空仓别抄底了啊！早上有2个机会跑的，没跑的，下午稍微回一点，赶紧跑，跑完就空仓，好吧？就这个市场没法玩，是不是？昨天全网都在呼吁为国护盘，我们都在为国护盘，结果呢？结果谁在跑啊？这么多资金谁在跑啊？我们散户有这么多资金吗？2025年4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中国加征34%的关税。在被美国征收关税的一众国家当中，中共是唯一的做出反制措施的。北京当局宣布，从4月10号开始，对美国受华商品加征同等幅度的关税。在4月7号收盘前的半个小时，当天下午的2点半钟，中国各官媒以权威人士之名发布中央汇金公司正在积极开展稳市操作的消息。收盘前15分钟，中央汇金公司直接发布了公告，声称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说充分认可当前 A 股配置价值，也再次增持了交易型开放式的指数基金 ETF， 未来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虽然中共摆出了要救市的姿态，却并不被外界看好。春山浦江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威廉新认为，北京当局的这种支持不足以抵消贸易战加剧带来的影响。因为呢，在中美的贸易战当中，企业在下单、订单和留住客户方面都是举步维艰。他说呢，现在时机下寻找便宜货低价购入，就仿佛接住一把下落的刀，所以我会持有现金，直到情况更稳定一点。2024年9月到年底，中国央行推出并完善2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降准降息等措施，想以提振股市。其中呢，第一项工具就是证券、基金和保险公司互换便利。那么也就是说呢，
可用持有的债券、股票、ETF、沪深300成分股等资产作为抵押，从中国银行那里呢换入国债和央行票据等高流动性的资产。但是呢，交易这些资产所获得的资金呢，也只能是用在投资股票市场上。那么这第二项工具呢，则是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在当时，中国有21家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可向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以及主要的股东发放贷款。之前美国之音报道认为，中共当局的这些政策呢，一度推动了沪深300指数在2周内惊人的上涨了40%。但是呢，在随后的日子里，因为投资者等待中共更具体的政策，中股大盘就开始出现降温。到了2025年初呢，中国股市幻灭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截止到今年的1月14号收盘，上海和深圳的股市下跌了大约是6%，这也成了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市场。美国信息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曾向海外的中文媒体表示，这波中国的股市大反弹是中共政府营造出来的，这与2015年股市的上涨类似，都是北京当局进行强行拉抬的政策牛市。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中国社会大约是150万亿元的个人存款投入到股市里，而其结局大概率也会重蹈2015年股灾的覆辙。对华援助协会对中国股市的评论也曾经指出，中国股市的痼疾和当今中国的一切痼疾是一样的。那么原因呢，就在于中国没有法治、自由与人权。因为中共热衷于通过权力手段来刺激和制造虚假泡沫，从而引诱欺骗中国民众掏钱救市接盘。中共呢，也必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深重的灾难。但是从那些被现实打疼的小粉红们的言语中来看，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开始思考中共在这波股灾中的真实的角色了。2024年8月5号，中国老朋友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声中匆忙辞职逃往印度，抗议者们纷纷冲进哈希纳的府邸，人们在街头上庆祝胜利。就在同年的8月6号，也就是哈希纳逃走的第2天，孟加拉 DSE 综合指数一度上涨了 4.8%， 股市呢也创下了从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涨幅。在这期间，很多为孟加拉抗议的民众庆祝胜利的中国网友们也纷纷涌入股市大涨的消息下面进行留言点赞，并且不约而同的暗示，也希望中国的股市出现同样的经历。有人愤怒表示，给我们什么启示？也有人讽刺说，喋喋不休的源头找到了，找到股市大涨的方法了，终于明白股市不涨的原因了。原来永远3000点是这个原因，原来股市是这样才涨的。有人说股市是一道证明题，也有人意有所指，手术成功。看来呢，公道自在人心。虽然不少人被中共蛊惑着说爱国，给人党国不分的感觉，但在股市惨跌的情况之下，很多人真是真金白银的痛。他们也在冰冷的现实当中看到了中共积极救市究竟为自己能够带来什么时，即使中共口号喊得再响，人们也是发自内心的认识到中共当局的真实的面目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